歡迎收睇國色相通。明年咧有一件大事咧，都可以話係舉世矚目㗎。咁因為就係首屆嘅電競奧運會咧，將會喺2025年舉行啊。過往大家對於就係打機咁啊，可能咧嗰個諗法都仲係比較上傳統啲咧，就係攞嚟消遣㗎。但係成為咗舞台上一個競技嘅項目，咁啊大家可想而知，成個產業嘅發展咧已經去到相當之厲害啦。尤其是內地啊，無論講緊電競隊，定因為成個嘅產業配套咧已經做得好完善。今日咧就同兩位嘉賓一齊傾下啦。有我哋嘅嘉賓主持潘奴嘅 ，Hello 潘奴你好。講到對電競行業熟悉嘅咧，非我哋呢位嘉賓莫屬喎。歡迎你啊，添。多謝。係啦，咁啊好高興啦，就請到你嚟同大家分享下有關即係電競呢個產業嘅發展嘅機會啦。咁首先嚟講，對於即係觀眾啦，可能佢哋都即係打機咁，自己作為參與者。咁但係其實電競作為一個產業嘅即係上中下游，其實呢個係一個咩嘅一個行業咧？其實呢個電競呢個上中下游咧，應該係俾到參與者咧最大嘅代入感啊、參與感。因為通常上游我哋就講遊戲開發啦，咁啊，但係中游下游咧，一般人嘅參與就會高啲，包括就係參加啲比賽啊、做觀眾啊，有啲電競嘅培訓啊，同埋一啲人才管理咁，所以好多人如果想切入咧，其實係有途徑嘅咯。咁上游雖然話遊戲設計，但係包括出邊有好多培訓咧，都係教埋點樣去設計遊戲嘅。即係可能佢讀即係電腦工程呢啲嘅，咁可能即係佢都會喺呢一個即係遊戲設計上面去編程。喺呢方面去做，係啊，因為如果電競行業如果講佢個崗位好多嘅，即係除咗電競手啊，仲有教練啊、評論員啊，遊戲設計又分佢使唔使用到呢個 AI 啊、或 AR 啊、VR 啊，咁就算一啲舉辦賽事咧，其實佢都係一個專業嚟嘅，嚇，因為佢要點樣去佈置場地啊，或者宣傳啊呢啲咁樣，係即係一樣有編劇啊，有啲成個遊戲點樣鋪排咁樣去做，有啲似好似媒體嗰個行業咁樣，係一個創業產業。咁其實如果睇翻喺呢一個電競呢個產業上面嚟講咧，喺面向全世界啦，即係喺中國對於全世界嘅市場或者即係國內嘅發展嚟講，喺呢個行業有啲咩優勢咧？咁最少有幾個優勢咧，因為中國人口多啦，尤其是電競人口啦，隨時有3-4億啦。因為你全世界如果講話嗰個數據都係大概30億到人咧，就係有興趣係玩呢個遊戲嘅。咁所以中國一個國家已經佔咗超過1/10。咁第二咧就佢作為一個遊戲嘅強國啦，即係我哋通常聽到嘅騰訊啊、呢個網易啊咁樣。咁你有人口有產品，咁所以就好多嘢可以推動。咁當然咧，佢呢個遊戲仲係有啲係世界級通行嘅。咁所以呢個除咗佢哋自己作為一個人才培訓發展之外咧，甚至可以用嚟希望同奧運有個連結啦，甚至咧就作為一種文化上，因為佢打一隻遊戲咧就知道係中國出品，咁對於呢個國家嘅文化產品咧，都會係有一個推廣嘅作用。我知道最近嗰個即係同《西遊記》呢個即係有關嘅一個遊戲咧，都係全世界都風魔，即係好緊要係嘛？即係影響到即係大家對於中國文化都了解咗好多係嘛？呢個遊戲係一個表表者，因為佢本身係一個中國嘅神話啦。咁但係咧佢同時間咧就有擺埋中國嘅一啲旅遊點。咁所以除咗刺激到佢國內去呢啲咁嘅旅遊點去旅遊之外咧，其實同時就俾國外
嘅玩家咧，其實就知道原來中國有啲咁嘅風景嘅。佢有啲直頭即係可能用嗰個作為一個背景或者啲實景嚟到將佢創作咗出嚟。咁等冇機會去過國內旅遊嘅，吸引到佢哋去。係啦，都見到哇，原來咁靚嘅地方要去打下卡啦咁樣。尤其是佢嗰個背景係幾個西部咧，就算講真，香港可能都未必去過嘅。咁其實嗱，如果成個行業有咁大嘅發展機會啦，咁以國內嚟講，亦都有一個即係甚至乎喺個唔單止喺國內嘅市場啦，全球上面有一定嘅一個競爭嘅能力。咁其實喺國內政策上面點樣去扶持或者係去推動呢一個嘅產業嘅發展咧？我覺得而家國內嘅政策都幾到位嘅，有2、3點。第一點咧就係其實喺2、3年前咧就勞動法咧已經有幾個電競嘅崗位咧正式係立咗個法例裏邊。咁所以即係話中國可能係唯一一個國家，如果人問一個電競從業員到底你做咩職業咧？佢話我係做電競手。咁呢個咧就唔係自己隨口噏嘅。係真係國家勞動法裏邊有個崗位，即係有認證㗎喎。係啦，即係唔可以自己喺屋企打機就話自己係個電競手啦。咁呢個就可以表示到即係國家嗰個想去規範咧呢個行業發展。正規嘅。已經就喺幾年前開動咗啦。第二咧就因為好多成日都父母擔心就話，哎呀佢嗰個年輕人打機會唔會上癮？咁所以喺2年前就有一個18歲以下一個禮拜我只可以打3個鐘頭嘅呢個規定啦咁樣。咁當然呢個規定佢可能影響到咧，就係話如果一個後生啲嘅佢18歲嘅想去發展佢專業電競手呢個發展咧，就係咪同嗰個法例有抵觸咯？咁但係第一佢可能佢個培訓到時候會申請一個特批啦，或者甚至個培訓可能係一定可以喺國內國外同時進行啦咁啊。都要國家隊咁就即係唔同啦。係啦，國家隊咪攞呢個特批啦咁樣。咁至於中國佢肯定就落去，因為已經有幾個全球性佈局嘅遊戲商啦嚇。咁再加上佢有咁嘅電競人口啦，同埋中國有好處咧，就係佢嗰個硬件咧、軟件咧，包括譬如手機有好多手機牌子啦。咁個手機中國都有專門係用嚟打機嘅型號。咁呢啲咧比起外國，如果淨係單一發展呢個遊戲冇呢啲硬件配套咧，可能就蝕底咗嚇。咁同埋再落去，因為嗰個總嘅方向都係往呢個雲端遊戲同埋呢個因為譬如 WiFi 啊，可能去到6啊、7代咧，呢啲會快好多。咁仲有一個就係可能而家仲未人諗到嘅就話因為衛星通訊咁發展得咁好，咁如果你話連嗰個互聯網都有呢個 Starlink 嗰類嘅即係用衛星嘅去用，咁其實係咪第時嘅遊戲因為要鋪全球，所以就用到衛星咧？咁我覺得呢個遲早都會行呢條路嘅。係，即係呢個係一個好重要嘅，唔係淨係喺個電競裡面。咁或者我哋即係可能陣間休息翻嚟嘅時候咧，就再講多少少喺呢方面嘅對於成個產業鏈同埋相關嘅產業嘅影響。咁啊，不過都想阿添咧，就係講多少少咧喺政策嗰方面啦，因為其實頭先聽你所講咧就係勢在必行㗎啦，推動電競產業，因為咧就係當中嘅即係所講嘅好處啦，我哋講話都有好多，就唔單止話製造到一啲新嘅崗位出嚟啊，扶持到好多唔同嘅產業㗎，無論係遊戲開發商、互聯網企業、硬件嘅設備，再加埋電競選手，跟住啦就係舉行電競比賽嘅時候一啲大型嘅統籌，其實有好多嘅新嘅機會都湧現咗啊！另外就係喺國際舞台當中咧，因為見到唔同嘅國家其實都係講話好希望同中國一齊合作，去推動全球嘅電競行業喎。咁呢一個會唔會都係即係國家另一個顯示我哋實力嘅一個好嘅方法咧？呢個其實我覺得係好容易做到嘅，因為國家譬如已經有一帶一路啊。絲綢之路啊咁樣，咁當然呢個到時候可能設計嘅遊戲就用翻呢個題材咯嚇，咁亦都咧係有咁嘅需要，因為譬如話非洲54個國家其實真係有呢個電競嘅資源，即係包括有好嘅電競手咧，可能1/5或者4/5都冇嘅。
既然做開一帶一路做呢個高鐵基建，咁點解唔做埋啲文化體育方面嘅基建咧？係冇錯，呢一個就可以叫更加多方面咁樣去宣揚到我哋中國嘅文化啦。嗱，講到咧就係話成個行業嘅發展啦，咁啊其實聽兩位所講已經去到一個都幾成熟嘅階段啦。下一步咁啊，仲會有啲乜嘢嘅產業可能係會更加發展得快速啲咧？轉頭翻嚟都會同大家一齊拆解㗎。咁當然啦，就係內地既然有咁多唔同嘅扶持政策啊，香港嘅電競會唔會可以從中亦都係揾到一啲新嘅機會、新嘅方向咧？休息陣，轉頭翻嚟再傾。繼續翻到嚟國色相通嘅節目時間，本來同阿添頭先我哋都講到，就係內地嘅電競產業發展得好快，尤其是近幾年咁啊，喺一啲立法啦或者係政策推動底下咧，其實已經去到一個好高速嘅增長啦。咁不過大家都想知道，其實而家內地嘅電競行業做得有幾大，做得有幾好咧？阿添。其實呢個統計數字咧就有太多唔同嘅版本嘅，但係有一個比較共通咧，就係中國呢個電競行業個總產值咧肯定就係過千億啦。咁甚至比美國或者係全世界加埋都多。點解咧？因為佢嗰個統計數字個包含嘅嗰個含金量唔同嘅。中國嗰個數字係包埋頭先講嘅基建啊，包括係可能有啲桌面嘅設備或者手機，因為手機有啲軟硬件都包。係啦，軟硬件包埋。咁同埋因為始終中國佢上中下游咧都發展得比較平均，因為作為一個遊戲開發商咧，其實喺中國佢通常都搞埋自己嗰個比賽咁樣，咁所以延伸到去觀眾或者其他嘅一啲產業鏈裏邊咯。咁但係如果你話出邊其他嘅一啲遊戲商咧，佢未必可以做晒成個上中下游，即係只係做到其中一部分。有啲國家可能係電競選手係特別強嘅，有一啲可能係喺硬件方面嗰個嘅研發個能力特別強，咁但係可以集合到咁多電競元素，好似乎而家暫時真係可以話係內地一定係領先優勢喎。係，因為有啲遊戲可能設計出嚟，佢自己本身嗰個人口唔夠多，咁所以佢就一定係出口。出口咧可能就最主要係針對亞洲，亞洲肯定最大就係中國呢個市場啦。咁因為即係始終同呢個創意產業咧，即係一般，譬如話電影啊，或者係即係喺串流嘅平台咁，即係韓國都好犀利啦，即係有好多片一出嘅時候就變咗係即係全世界人都即係去追捧咁樣。咁但係即係呢個電競有少少唔同嘅地方，就係個參與度好高啊！你頭先即係都有講過因為你睇戲咁，你淨係睇嘅啫，但係你電競咧真係自己會覺得好玩去玩噶嘛。咁亦都因為即係嗰個即係喺嗰個寬頻啊，或者喺嗰個時延嗰度咧，要即係要打得叻，要打得好嘅話咧，咁喺設備嘅要求都好高啊！即係嗰個輸送嗰個速度啦，同埋個硬件上面啦，咁變咗嚟講咧，都會帶動呢一個成個即係電信產業即係無論喺通訊啊、電信產業嗰個嘅發展同埋個需求咯。咁呢樣嘢即係如果呢個遊戲去到係外國第啲地方要參與嘅，或者係參加奧運嘅要練習嘅，咁佢都需要係即係提升佢嗰個設備呢方面嘅。但係即係總嘅嚟講，因為而家其實已經有雲端嘅所謂遊戲，但係當然因為遊戲呢個本身係一個公司嘅私人財產嚟嘅，所以咧就一般佢通常就係用一個伺服器嘅模式。咁伺服器要鋪咧，佢都係通常係鋪佢嗰啲最生意最好最有潛力嘅，佢就唔會話鋪到去南極北極。咁所以點解我講話可能如果諗遠啲咧，佢最後一個終結嘅所謂解決方案咧，就可能用衛星啦，因為你到時候可能衛星電話就係平過晒而家所有電話。咁你知有衛星咧，就駁到咧，其實因為而家偏遠嘅地方，手機遊戲已經係大頭嚟㗎啦嘛。咁所以呢個我即係將佢呢幾個而家嗰個方向連結咗咧，就有啲咁嘅推論啫。
係，咁即係呢個都係好緊要嘅一個，即係因為呢一個需求帶動，想參與玩呢個電競，咁然之後佢要去更新佢嘅設備，或者個國家甚至會要買啲設備去令到即係呢個產業參與嘅人可以即係有多啲咁樣。咁如果睇翻即係除咗即係直接嘅，譬如呢個產業嘅影響之外啦。咁其實即係頭先都有講到一啲，譬如係一啲活動啦，或者實戰嘅比賽，啲人參加唔係睇演唱會喎咁簡單，淨係睇人打機喎咁。以前諗都未諗過，即係真人睇人係打機噶嘛。咁呢啲嘅其實周邊有啲乜嘢帶動其他嘅產業嘅發展咧？因為電競佢個好處咧，第一就通常睇嗰啲觀眾咧自己都打機，咁所以個代入感就好強。第二咧就係佢電競呢啲活動咧，佢可以去同其他唔同嘅做一個 crossover， 即係話可能佢係一個同音樂啊、同舞蹈啊、同藝術啊，或者同一啲文化嘅推廣啊，咁視乎佢喺邊度搞，同埋嗰隻遊戲佢屬於邊類嘅遊戲，咁所以即係佢嗰個活動空間好大。就唔同踢波咁，你一定要有人喺個場嗰度走嚟走去咁，同埋咧就個場一定要有翻咁上下觀眾，咁呢啲就係電競嘅潛在嘅發展潛力。係頭先我諗你都有提到一樣嘢，就係話可能喺設計遊戲喺國內嚟講，就係因應翻即係譬如你話有啲敦煌或者有啲咩嘅山西，或者喺呢啲遊戲裏面去切入嘅場景。咁帶動啲人去係旅遊上面嚟講咧，可能都會去以前未去過喎，但係因為呢樣嘢吸引咗佢，可能去嗰度觀光旅遊，咁而帶動咗周邊嘅可能一啲產業係嘛，包括咗酒店啊、交通上面嘅設施啊各方面係嘛。其實頭先講中國嘅優勢咧，我有一個冇特別提嘅咧，就係即係其實一個成功嘅公司嘅後邊咧有好多嘅資源。咁譬如話喺中國呢個遊戲設計啊，無論佢係寫呢個程式啊，或者係畫畫嗰啲咧，就加埋咧，如果講話佢個服務商咧，最少有10幾20萬間嘅。咁所以呢個咧就一個好完整嘅產業。咁呢個產業其實咧，我覺得係可以隨時出口，尤其是可以嚟香港。所以點解我都希望香港可以利用呢個國內嘅資源，就同埋加上香港本身就有高才通啊呢啲咧，就可以將呢啲人才有部分咧嚟到香港，馬上就幫香港建立起呢一個遊戲開發。呢個產業啦，因為呢個產業咧比去搞一個所謂比賽咧實際得多。點解咧？又講翻咧，因為個遊戲本身咧係一個公司嘅私人產業。咁變咗，如果你話香港特區政府用嗰個納稅人嘅錢去搞一個活動咧，其實係幫一個私人產業去推廣咧，其實就有啲難計數嘅咁亦都另外一個就係話，如果我幫一個遊戲，雖然話佢好受歡迎去做呢個活動，咁其他會問噶嘛，咁佢有1000萬個玩家，我有900萬，點解你唔同900萬或者800萬咧？咁所以就係如果佢搞呢啲活動咧，我相信就嗰個遊戲開發商咧，其實一定要自己要磅水要出錢先至合理嘅因為佢實際得益者嚟嘛。係啦，實際得益者同埋可能係做一個好大嘅嘉年華，因為嗰個嘉年華咧，其實佢個應該個位置點樣咧？就因為明年有電競奧運，佢就做一個所謂叫做預演即係譬如奧運肯定有10幾隻啦，咁就一次過將10幾隻去搞咧，就變咗呢個老百姓得益啦，同埋大家知道準備有個準備時間去睇點樣去參與呢個電競奧運啦，咁樣。係。咁所以相對嚟講，即係呢方面嘅發展都好，即係好多嘅機會係提供咗，係嘛？電競奧運會咧，相信又會再掀起一個熱潮，就係令到大家咧更加想知多啲究竟乜嘢係電競產業。因為頭先我哋講話，原來好多你諗唔到嘅，即係最初就諗緊參與嗰個咯，打機嗰個，出遊戲嗰個咯。咁但係原來可能係喺遊戲研發當中嗰個繪畫師啊，做一啲特效嘅，其實都係一啲即係創意嘅產業嚟咯。跟住觀眾其實都係有份做一個嘅經濟貢獻嘅喎，有可能會變成一場嘅盛事，你要買飛入場，咁甚至乎頭先阿添講得好好嘅就係嘉年華嘅形式。咁如果大家都去參與嘅話，其實整個嘅經濟效益咧都可以話好大。不
不過唔知兩位有冇留意啦？咁啊，即係除咗話係呢一啲嘅即係我哋已知嘅產業之外咧，其實見到內地原來近年咧開多咗好多同電競相關嘅酒店喎，即係頭先講就話。喺個遊戲裏邊見到一啲景點你好想去嘅，你就會去嗰個地方旅遊咯。但係電競酒店嘅出現咧，大家就話：喂，原來電競真係可以加好多唔同嘅產業，就話一班年青人啦，咁啊佢哋即係週末去邊嘅時候咧，就頭先提話硬件啊嘛，屋企可能真係冇一個咁好嘅配套，跟住就衍生咗一個新嘅機會，就係酒店提供一個好好嘅硬件配套，一個好舒適嘅環境，就係俾你哋三五成群一班好朋友咁樣一齊去玩電競過一個嘅週末喎。阿添有冇啲嘅即係我哋更加想像唔到，或者其實你覺得係都仲係有機會去發展嘅一啲新嘅方向咧？電競呢個係完全合理嘅，因為第一佢就喺個總體文體旅遊嘅一個大佈局啦。咁旅遊業咧，其實國內一向本來都係發展得好，但係佢需要到某一個程度咧去做一個增值。咁如果個酒店本身增值咧，就第一個最直接就係睇佢啲顧客係咩類型。咁而如果係嗰啲區嗰個旅遊區係特別多家庭式嘅，咁啊變咗咧佢可以照顧到年紀大啲同埋佢後生嗰個所謂顧客嗰個需求。咁啊，同埋呢個亦都唔需要好大嘅投資，因為你酒店本來可能有300間房，咁佢可能特別撥咗有2層，係100間房咧，就係專係做裏邊有一個配套，或者咧佢喺一個宴會廳，本來做宴會廳嘅，但係冇咁多人結婚，咁佢就不如用嚟做一個電競房。咁呢個就係可以對於嗰個酒店佢喺推廣佢自己嗰個業務方面咧都有個幫助。咁當然以前流行嘅就係啲商務旅遊啦。咁商務旅遊其實個酒店本來就冇配套噶嘛，但係佢都已經係其中一個吹捧咧，就係佢又可以上網，免費上網，同埋佢有桌面。咁呢啲如果佢淨係用嚟去睇上網睇內容咧，或者係發電郵咧，就嘥咗。不如佢整多靚嘅2個喇叭，整埋個 headphone 就俾人可以喺酒店裏面做埋呢啲活動啦。同埋我諗到即係有一個頭先冇提到咧，就係話如果大家記憶當中咧就係有諗到咧，就係遊戲嘅終端機咧，其中而家爆紅得好緊要嗰間做 AI 芯片嗰間公司咧，其實以前開始起家係做遊戲芯片嘅。佢本身做遊戲，因為遊戲個要求嗰個即係運算速度係好高嘅，同埋要畫面靚。畫面要靚好高，但係佢就由嗰度起家咧，而家就轉咗做 AI。所以如果對於即係中國自主研發喺國內嚟講咧，要喺芯片裏面發展咧，其實遊戲其實某程度上都間接帶動咗咧，對於呢個即係高科技呢一個嘅芯片嘅發展咧，個運算速度嗰個需求係好大。可能造就咗一啲國內嘅芯片公司係為咗要遊戲嘅終端機而開發一啲芯片，然之後又可以用喺第二啲用。反正咧電競咧，其實佢就係幾個主要元素啦，一定有人，一定係有遊戲，一定要有運動員，跟住咧就有一個背景咁再加埋而家嗰個科技發展咧，其實就可以令到呢個電競不斷其實可以揾新嘅商機。冇錯。冇錯，即係唔係淨係諗住，我淨係躺平打機，其實有好多發展嘅機會。亦都係相當之期待住首屆電競奧運會啊！咁啊，如果大家都想參與其中嘅話咧，咁啊可以趁住未舉行之前多啲去了解呢個產業嘅發展啦。咁啊，再一次多謝晒 Tim，亦都多謝本樂，多謝兩位。